放肆！充军失德失行，将来如何成为一代明君？父皇，您真的要废除皇兄吗？这崇俊呐，淫乱宫闱，他这是扰乱朝纲。哎，皇上，你对他总是循循善诱，臣妾对他也是多次退让，可他一点都不懂得珍惜。皇上，你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，如果再不废除他的话，那恐怕会危及社稷江山呐。恐怕皇兄也只是一时糊涂吧。唉，一人糊涂，连累家宅；国君糊涂，那是万民同葬啊！父皇，请三思啊！你看，皇上，你看你的女儿啊，请三思，请三思。你看，总是待人以宽，待己以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讲兄妹之情？真是心怀圣德呀！可惜果儿你是个女儿身，否则你就是当国君的典范。女儿也可以当国君啊，太上皇不就是最佳的典范吗？皇上，臣妾以为，皇上大可封女儿为皇太女。封皇太女一事事关重大，朕要再细细的考虑考虑。女儿明白，女儿只愿能为父皇分忧，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一子出错，满盘皆输。崇俊实在太过意气用事，皇上龙颜触怒，看来废除太子之言，真的会成为事实。若如此，我恐怕是站错边，押错宝了。事情还没有到最后关头，言胜论败还为之尚早吧？皇后必定趁此风势，向皇上广进谗言，说服他废除太子，另立储君。如今太子已经进退失据，任人宰割。崇俊的性情就是太过于耿直，从来就不懂得忍一时退一步的道理。所谓与突厥和亲，迎娶公主，根本就是皇后一手设下的陷阱。崇俊竟然视而不见，还要硬闯过去，实在是太不智。其实也不尽然，崇俊并非不智，只是太过于重情了。以他的性格，宁愿舍弃江山，也不愿意抛弃美人。他为这份爱所牺牲的实在是太大了。若皇上真的罢黜太子，我们就要找着先机，阻挡皇后的下一个杀招。爹的意思是指安乐公主要当皇太女一事。若崇俊一废，此消彼长，皇后胜算就大增。此女狼子野心，早就想效法母皇，要当一国之君了。然而要逆风而起，谈何容易，而且风险极大。眼下孩儿又实在是想不出任何良策。王爷深夜到访，不知所谓何事？唉，本王彻夜难寝，请烦。想必王爷是为了皇上欲废黜太子一事难以安寝。太子拒婚在前，出言不逊在后，言行两失。皇上
便生出了罢黜的念头，这也不为过呀。充俊单纯耿直，只有兴国为民之勇，而无谋算他人之能。如此高阳，又岂会是猛虎的对手？是啊，朝堂之上，眼看羊入虎口而不能出手相阻，本王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。羊入虎口恐怕是迟早的事，本宫奉劝王爷，还是不用太过惋惜。呀，公主一言，果然是醍醐灌顶啊！本王心底彻明。如此说来，王爷今夜终能安寝。那是啊。凡事该有来有往。早前啊，我在后山狩猎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了一块石中玉，此玉纹理浑然天成，真是绝世珍品。公主，请看。只不过是一块寻常碧玉。公主可否发现，此玉纹理犹如三轮明月啊？王爷如此一说，三轮明月确似成立。我发现此玉时，正好传来扬州旱灾灾情得缓，久旱逢甘露，天降喜雨之消息啊！玉现福至，此玉绝对是吉祥之物。诚如王爷所说，此玉真是好兆头。公主，今夜幸得公主指点，此玉就赠与公主，以表谢意。王爷如此好意，本宫就收下。老臣已打扰多时，就此告退了。王爷慢走。啊，留步。王爷深夜拜访，匆匆几句，赠送美玉便借此退下，行为相当古怪啊！哼，武三思这只老狐狸，此次前来似有拉拢之意。就凭区区白玉，三轮明月，蓉儿难道不明白这弦外之音吗？本宫小名令月，三轮明月是有武三思和令月结盟之意。那公主决定与梁王一统阵线了。本来想借着重俊可以牵制皇后，但是没想到她不懂得自爱，自己废了武功，踏脚石做不成，反倒成了绊脚石。一消一长之间，反倒令皇后迈进了一大步，给了她机会向皇上进言，成就了她废太子立皇太女之举。那公主如何打算？先不要轻举妄动，一切就先让武三思和龙基出手。本公主坐山观虎斗，只要不陷进去，天就不会塌下来。一切静待时机，并不急于一时。公主英明。这是刚才为太子求的平安符，还望太子一直带在身边。夫人，你身怀6甲，其实不应该走动。听说那个神庙很灵的，所以希望可以保佑太子不会出任何差错。恐怕一切已经太迟了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是说，这里风光明媚，
倘若能在这里落地生根，过些恬静闲适的农家生活，闲云野鹤也是一种乐趣，不是吗？可是太子身兼重任，这样的心愿可能无法完成了。快走！你们干什么？出去！干什么呀？你们快点，听见没有？干什么？出去！你们干什么呀？出去！干什么？奉安乐公主之命，你们的地我们征用了，你们马上搬走。这是什么道理？我们在此世代务农，已经经过3代，岂能说收就收？公主有令，违抗者收押监牢。如果你们执意反抗，就要尝尝这牢狱之苦。这是强抢民地，我们誓死不从。对，不从，给我打！住手！你是什么人？竟敢挡官差办事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是你敢？我是当今太子，见到本太子，还不下跪行礼？太子殿下，卑职是奉了安乐公主之命出来办事，岂能容你这闲杂人等干涉？好大的口气！本太子现在就将你拿下，送回刑部治罪。走！大人，怎么回事？啊？叫你们刑部尚书出来见我。尚书大人有事外出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啊？他是谁？他什么他？公主叫你抓紧见嗣。哦，你在外边惹事了是吗？不是，他说他是太子。嘿，他说他是太子，那你不会告诉他你是公主安排的人吗？你竟然连本太子都不认得？太子？您是哪位太子啊？太子李重俊。啊？见到本太子，还不立即行礼？卑职见过太子。你竟然连宫中的礼仪都不清楚，你官职是如何得来的？禀太子，卑职的官职，是考来的。考来的会是如此？说，你这官是多少钱买来的？不说，你下去跟阎王说。50两。谁卖的？说，是那个安乐公主。区区50两，就能当上刑部的书记，连宫中最基本的礼仪都不懂，更何以言行责？安乐公主竟然卖官鬻爵到此地步，简直是太过分了。哎，太子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安乐公主竟然肆意妄为，卖官鬻爵，祸国殃民！我要即刻去向父皇禀告此事。启禀皇上，太子在外求见。朕无暇接见，命其退下。奴才遵命。周公公，我父皇他愿意见我。回太子，皇上有命不予接见，请回吧，太子。福儿，子时已过，你怎么还没睡呢？太子没睡，福儿怎么肯睡呢？天下未安，何以成眠？太子，福儿，你不用担心我，
你现在怀有龙脉，应当多休息。要是你有什么差错，你要我……太子，你别担心，福儿一定会小心保护太子的血脉。我也希望可以为太子继承香火。他日太子登基，孩儿也日益长大，他可以辅助左右，为太子分忧。没错，我不应如此自怨自叹，我应该下定决心，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后能活在一个太平盛世里，我这做爹的可一定要为他干一番大事。难得太子志比天高，他日一定是一个受人爱戴的好皇帝。为了百姓，为了我李姓大唐，我绝对要让天下万民久享安宁。太子深夜相邀，到底所谓何事？太子少年心性，冲动鲁莽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要不是看在你的份上，我才不会和他见面。姑姑，公主，你到外面守着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太子深夜召见，所谓何事？崇俊有要事，要与二位商讨。近日来，崇俊眼见为后安乐公主烈行日盛，甚至是卖官求荣，祸国殃民。朝中更是佞臣当道，危害忠良。若不赶紧兵行险招，当机立断，只怕朝中的忠义之臣会一个接着一个惨遭毒手。太子的意思是？近日来，崇俊闭门反省，扪心自问，我真的要将我这太子之位废除？崇俊无悔，但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我李姓大唐江山拱手让给韦氏一族，重现女皇当政，崇俊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。所以我今日来此，便是希望二位能够联手扶助崇俊，克下其兵，斩杀韦氏，以定我李姓大唐江山千秋万世，国祚永存。你说太子要你和太平公主联手，发动兵变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孩儿也是始料未及呀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爹认为孩儿应该怎么做？这个事关乎今后朝廷兴衰，关乎无数人的身家性命。没有把握，不可妄动。武三思与皇后相互勾结，二人关系近日虽略有反复，毕竟仍是利害关系，不可不防。太子此举实在是操之过急。皇后和安乐公主母女祸国殃民，罪不可赦。不过，这个太子亦非什么可造之才，竟然在大殿之上表明愿意去位，意气用事，不顾大局，也证明此人不足与谋，难当大任。所以，他根本不值得我们趟这浑水。哎，你姑姑意下如何？姑姑一向是善观行事，未到时机绝不出手。可什么时候才是她的最佳时机？我们目前根本就无法猜测。我这皇妹的心思一向难以猜测。妙招，妙招！这炉香都还未燃完，奴婢又输了一局。其实本公主早就下错了好几个字。
只是你一直没有察觉而已。真的吗？奴婢所料不然，公主想必还在为太子所求的事情心烦意乱，所以才下错了，是吗？知我者莫若蓉儿。那公主有何打算？所谓未虑胜先虑败，太子欲请本宫出兵，助他除掉皇后母女，却又表明不愿恋战其位。一旦事成，虽然对本宫极为有利，本宫亦可坐享其成，但是一旦失败，就会授以皇后对付本宫的口实，招来反扑。但若公主与项王结成同盟，实力未必不可跟皇后相抗啊。八皇兄是否真的肯出兵，如今还是未知数。当日太子不惜放弃储君之位，也要拒婚突厥一事，据闻八皇兄颇为不满。你想想，他怎么可能把全部赌注压在一个根本就没有将来的人身上？奴婢若是项王，恐怕也不会。更不要说还有一个态度摇摆不定，却又举足轻重的梁王。如果他是站在皇后那边，那双方的胜负之数恐仍未可料。那公主决定拒绝太子所求了。福儿，你回来了。看你那么开心的样子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，我要为你和我们孩子的将来做一点事情。如今我终于得到了支持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，相信很快我就能成功了。其实他日你登基的时候，再为我们母子做什么也不迟啊，何必急于一时呢？福儿，为了你，这片江山我可以不要。我现在一心想做的，就是让你们母子俩和我一家三口，能够生活在太平盛世下。你对福儿的情谊，福儿永远不会忘记的。福儿，为了你跟我们的孩子，我早些日子在城外置了一座别府，想把你们母子俩安顿过去。你是怕别人发现我怀有身孕，所以在外面准备了地方让我待产。难得你想得这么周到。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那你要我什么时候过去？当然是越快越好。你赶紧准备，等我一切安排妥当，你就可以出发了啊。小福姐，你回来啦！小福姐，小福姐，小福，看你这么开心，你是不是和太子和好了？究竟怎么样了？快告诉姐姐啊！姐姐，我已经有了太子的骨肉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姐姐，这件事情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，不过太子已经帮我安排好了。可是姐姐，你不用担心，太子说要纳我为正室，他不惜违抗皇上的旨意，不迎娶突厥公主了。此话当真？到时候我就是皇后，母仪天下，我们两姐妹再也不用受人欺负。母仪天下，皇后，这多么遥不可及！怎么会遥不可及呢，姐姐？我做到了呀，我真的做到了，是真的啊。小福，你告诉姐姐，你真的很渴望那种生活吗？难道姐姐就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吗？难道姐姐
一点都不为福儿高兴吗？姐姐不是不高兴，只是从此以后，你可能会永远离不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姐姐担心你会身不由己，卷进日后无穷无尽的权力斗争之中。从我们第一天入宫开始，就已经被卷入了。姐姐，你记得吗？就算你怎么对安乐公主好，她还是想置你于死地。我早就说过，在宫中为了自保，就一定要争取每一个机会。你说你要搬出长安之外居住？是的，还请父皇恩准。也就是说，你真的决定不当太子了？好，很好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朕马上让上官昭容草拟一份诏书，公告天下，将你废掉好了。谢父皇。皇上，立储乃安邦大计，既然重俊自遣去位，那储君之位可不能久悬以待呀。本宫认为，安乐公主端庄贤淑，蕙质兰心，是储君的最合适的人选。皇上，正如娘娘所言，立储为安邦大计，绝不可以草率看待。微臣以为此事还需从长计议，慎重再三啊。隆基，你对本宫的建议有疑义？不敢，请恕微臣直言。纵观古往今来，从来就没有立皇太女之先例。此话差矣。想当年，太上皇早已开创了以女子之身也可以称帝的先例。此乃非常之事，毕竟未可以常情论之啊。龙基，朕问你，是否你心中另有更佳人选？回皇上，依臣之见，若论纲常礼法，臣认为四皇子重茂才是太子的最佳人选。此言倒也有理有据，只是皇上，重茂还年幼，根本不懂事啊。皇上春秋正盛，只需假以时日，加以细心调教栽培，以重茂的天资，相信他日必能担当国家大任。众爱卿，你们有何建议？可以各抒己见吗？回娘娘，微臣以为，与其立重茂，不如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，更加妥当。此言差矣。祖宗家法，向无立女为嗣之事，这是违制。此例一开，恐天下人不服啊！皇上，兹事体大，微臣认为，既然皇后娘娘、隆基以及各位大人对立储均各持己见，不如请太平公主出来，一起共商如何？不行。太平公主尚在守孝之中，不宜骚扰。立储乃天下大事，皇后怎么能说是骚扰呢？好了好了，此事容朕细细思量，改日再议。
皇上是否还在为太子的事烦心呢？不要提这个不孝子。要不是他如此不争气，今日朕何至于如此心烦？皇上能否听老奴一言？慧宁，你跟随朕多年，这几年来，不论是境遇顺利，你跟周公公对朕向来是不离不弃，忠心耿耿。还有什么话是不能向朕说的？老奴斗胆替太子求情，恳请皇上收回废黜太子的成命。你们俩这是干什么？有什么话先起来再说。皇上，老奴是亲眼看着太子咕咕坠地，并亲手把他带大成人的。自问对太子的品性和为人，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熟悉。深知太子虽倔强憨直，但其实天性纯孝，对皇上最为孝顺。所以，即使他因一时糊涂，真的犯下了什么过失，也请皇上千万要多加体谅，格外开恩呐。这一点，朕难道不知道吗？你们要了解，今日不是朕要废他在先，而是这位太子在百官面前自行宣布退位。我这个做父亲的，我这个做皇上的，还能怎么做？当年，朕被母皇废黜，一家大小被逐出京，颠沛流离，惶惶不可终日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寒暑春秋。好不容易到了今日，否极泰来，原本以为可以过上太平无忧的日子，没想到还是被烦恼困扰着。可恨！真想不到龙基那小子跟我来这一手，还把你的弟弟拉出来跟你相争。母后何必动气呢？依果儿看来，此举并非对我们毫无益处，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，八皇叔父子已经不站在崇俊那边。那又怎么样啊？他们父子还是来搅我们的局，跟我过不去。他俩不是一直在跟我们处处作对吗？倒是武三思临阵倒戈，硬是把姑姑给扯出来，刻意的左右大局，这一招才令人措手不及。看来武三思这个老家伙也是有点坐不住了。莫非他是真的已经向太平公主卖好投诚了，想借助他的势力有所图谋？要知道，你姑姑一向是心机深沉，野心非小。这次要是武三思请他出山，对他来说还真是天赐良机呀。对，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一旦让他趁机得揽大权了，与武三思连成一气的话，情况将对我们极为不利。看来我们当务之急是要对付这个老匹夫。郡王爷，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不要紧。你这是干嘛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过刚好在想些事情，想得入神罢了。郡王爷心怀家国，心中总有那么多想不完的事情。这一次又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太子和你妹妹的事情，不知道他们的关系现在进展得如何了？上次为了太子被逼和亲一事，福儿曾经一度很消沉。不过后来不知怎么的，事情又有了新的转机。太子早已向皇上奏请辞去东宫之位。你说什么？太子他……朝中很多人都对此事感到不解，可是大概没有多少人能够猜想得到，
太子甘愿作死牺牲，原来只是因为他对你妹妹的一片痴情。太子殿下对福儿情深意重，也不枉福儿对他如此倾心。可是，事已至此，确实令人始料不及。我这个做姐姐的，到底是该为妹妹感到高兴呢，还是感到难过？此话何解？我也是今天才从福儿口中得知的，她已经怀上了太子的骨肉。难怪重劝，宁愿去位，也不愿屈从皇上的旨意，应去突厥公主，还想迁出京城，原来都是因为这件事情。太子刚为福儿放弃江山，孟凡实在为福儿感到高兴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两个就可以离开这个争权夺势的是非之地了。你可不要像太子那般把事情想得那么天真了。事事岂能都像人设想的那么尽如人意？要知道，太子已宣布退位，皇后娘娘那边就已经提议要让安乐公主做皇太女了。若是一朝让他们得逞，大唐的江山社稷可就微乎其微了。以他们母女的阴狠性情，即使太子不在其位，亦难逃毒手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奴婢真的不想看见公主殿下就这么糊里糊涂的任皇后娘娘摆布，以至于迷惑心智而不自察，一步步铸成大错。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，或许可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听说安乐寺闹鬼闹得挺凶的。听说了，是啊，听说了。我还听说，出现在安乐寺的女鬼原来就是谁呀？就是，喂，大白天的，你们在说什么女鬼啊？哎呀，小凡姐，是你啊，吓死我了！哎，平生不做亏心事，你们大家有什么好怕的呀？哎呀，孟凡姐，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最近安乐寺在闹鬼，而且还有人亲眼看见，说那是采梅呢。对呀，小凡姐，莫非真是采梅因为死得不明不白，所以才阴魂不散啊？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，采梅的死既然与我们无关，就算她变成鬼，也不会跑来加害我们的。我们又何必害怕成这个样子呢？哎，自从那件事之后，宫中就一直流传另外一个传闻，有人说杀死采梅的其实是安乐公主。对呀，以公主的为人品性，又有什么事情是干不出来的？光看她平时的所作所为，就已经闹得天怒人怨了。她若真的想下手杀个下人奴婢的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稀奇事啊。那如果让她当上皇太女，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了。是啊。哎呀，完了！这采梅的阴魂作祟，看来这是向我们预示着一场不祥之兆。是啊，祥啊！皇上，
老奴平日常常劝你，闲暇之时出来走走。今天走走，是不是神清气爽？奴婢孟凡叩见皇上。奴婢不知皇上驾临，望皇上恕罪。不必多礼，起来回话。谢皇上。孟凡，你如今只在上夷局办事，没有在凤阳阁侍奉公主，过得还好吗？谢皇上关心，奴婢过得还算安好。只是奴婢毕竟服侍过公主一些日子，公主待奴婢不薄，所以奴婢对公主还有些不舍之情。难得你对公主有这份忠心。好，不过这个公主殿下的确有时候是很难伺候。如果只是那样，那还好。就只怕公主得罪的人太多，惹来飞短流长。听你言下之意，好像是有什么人对公主不满。朕不知道，你来说给朕听听。别怕，朕恕你无罪，但说无妨。是这样的，近日奴婢听闻宫中悄悄流传，说宫女采梅是因为亲近驸马，所以才被公主命人杀死的。胡言乱语！公主殿下的确有时候是骄纵成性，贪玩爱闹，毕竟也只是少不更事，怎么会突然间被外人说成这样？近日宫中发生了很多灾变不祥的异象，就好像安乐寺闹鬼的事，大家都在传言是宫女采梅还魂。这样的传闻对公主很不利，所以奴婢实在为公主担心。采梅一事不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吗？还会有什么不祥之事？莫非你也早有所闻？回皇上，近日的确有宫女在宫中传说，说安乐寺中闹女鬼的事儿，还说那女鬼正是采梅。荒唐！采梅一事本是宫女之间相互愤怨的事情，跟公主有什么关系？简直是牵强附会，根本是无中生有。没错没错，奴才也不信。皇上。孟凡，你刚才为何要把这些白花剪掉？奴婢听说，竹树是万寿之物，一辈子只开花结果一次，但只要开过花后，马上就会枯萎。民间都有流传，但凡竹树开花，必有大灾。所以奴婢才斗胆私自把花剪掉，保佑皇上与大唐天下平安。望皇上恕罪。难道这就是宫中发生灾变不祥的异象吗？太子连京城也不愿意待下去了，说明他去意已决。当日密约公主图谋兵变之举，难道真的不存半点私心？重俊本来就胸无城府，不是个能成大事的人。当日他跟本宫和隆基就已经表明了心迹。除掉为后母女，全是想保住大唐江山，这话自然不假。无论如何，太子此去就为公主的前途搬掉了一块绊脚石啊！如今在本宫面前，还有一块更大的绊脚石。公主指的是为后母女。为后竟然异想天开，想把她的宝贝女儿趁机立为皇太女，本宫自然不会让他的奸计得逞。禀告公主，皇上驾到。皇上请喝茶。
皇妹，多日不见，可曾安好？谢皇兄关心，小妹一切安好。最近你似乎清瘦了不少，难道是为母皇守孝的日子过得太清苦了？朕多赐你一些补身助颜之物，改天命人送来，你看可好？有劳皇兄费心了。皇兄日理万机，操劳国事，要多加进补的该是皇兄才对。对了，皇兄近日龙体无恙吧？近日朕寝食难安，心烦的紧，哪有心情吃补？皇兄为了何事心烦？不知小妹可否为你分忧？还不都是为了重俊这孩子？这孩子最近也不知道从哪儿犯上来一股执拗劲儿，居然向朕请奏，说他不想要再当太子。此时太平也略有所闻。重俊也真是的，他也不想想，他这么一来，岂不是大大辜负了皇兄对他的一番厚望？难怪皇兄这么动气烦心。此刻朝中正在为了祭立谁人成为储君一事各执一词，闹得是不可开交。一时之间，朕也没了主意。皇后欲立果儿为皇太女，而隆基则主张立重茂。梁王提议，请皇妹参详。皇妹，你素来足智多谋，八面玲珑，你若不能为朕出个主意，只怕普天之下再无人可为朕分忧了。立皇太女有违祖制，难服人心。至于重茂嘛，又太过年幼。这两者皆是有利有弊呀。是啊，的确是啊。谁知道重俊这孩子又惹出这等事来？皇兄有此一叹，可以看得出，在皇兄心中，其实并不情愿另立储君。既然如此，小妹倒有一权宜之计。有何良策？愿闻其详。妹妹听闻重俊有离宫外迁之意。重俊身兼洛州牧，皇兄何不干脆把他迁往洛阳上任？费力之事就暂且缓一缓。洛阳乃历朝重镇，洛阳天下之中也，四国必争之地也。说不定重俊在这个古都之中，历练出一番治国安邦的宏图大志，回心转意呢。所言甚是，妹妹果然没有令朕失望，朕即刻回宫草诏。恭送圣驾。公主，奴婢实在想不明白，你是不明白本宫为什么要忽然倒过来保住太子。刚才皇上的表现你也看到。皇兄根本不想这么快就废掉太子，与其说一些不中听的话，还不如顺着他的意，起码这样可以阻碍皇后立皇太女的阴谋。公主果然足智多谋。本宫还有另外一层深意，不管武三思和皇后如今是什么关系，本宫这么一来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起来。为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真想不到皇上居然接受了太平公主的建议，把事情压下来了。这个公主分明是在和本宫作对。看来武三思这个反复小人，真的已经跟太平公主同盟一线了。武三思，这个老匹夫，看我给你好看！甚至这一次太子的隐退，就是和姑姑一样。是以退为进，可能太子这一次请退，就是跟公主武三思他们暗中串通一气，正在准备联手合谋对付我们。哎呀，这个不得不考虑啊！最近公主散布出很多对你不利的消息来，看来就是他们散布出来的。为今之计，
我们只有先发制人。这次你前往洛阳赴任，务必要尽好本分。此外，也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子。儿臣遵旨。儿臣今后不能在父皇跟前晨昏定省，嘘寒问暖，还请父皇多多保重身体。洛阳乃是王气所重的历朝古都重镇，你祖母当国之时亦曾定都于此。朕此次叫你前往洛阳，当中深意，你要擅自领会。2件事，上任之后，朕希望你能好好体察民情，造福百姓。此外，闲暇之余，多读贞观实录，好好参悟为政之道。父皇明训，儿臣自当谨记在心。老奴该死！你这是做什么？奴婢一直侍奉殿下这么多年，居然离去，未免有些割舍不下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也真是严谨，重俊此去又不是不回来。皇后娘娘到。臣妾叩见皇上。请起，请起。儿臣叩见母后。免了。皇后，你来的正好，朕想问一下关于宴请梁王父子的事，安排的怎么样？臣妾正想告知皇上，明晚是梁王宠妾的寿诞之期，他们会在府中举行庆典。本来朕还想借此让果儿与驸马重修宴好呢。我看这样吧，让果儿带朕前往祝贺，顺便可以找个机会让他们重修旧好。哎呀，果儿的脾气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现在他俩还闹着别扭，他怎么可能低头屈尊呢？总不能够让他们俩就这么一直闹下去。这样，朕与皇后同果儿一同前往道贺，这下那个刁蛮丫头总不能有借口再推脱了吧？甚好。哦，皇上的提议甚好。太子殿下席上说，约定我们明晚攻入梁王府，打算一举除掉武三思父子、韦后以及公主。公主，怎么了？太子终于等不及，准备动手。殿，时机紧迫，稍纵即逝。您认为我们是应该出兵还是不出兵呢？公主，这子到底是该下还是不该下呢？小福姐，听说你很快就要离开这儿了，是真的吗？是啊，太子他要去城外营建宅地，他要我一起去呢。不过这样也好啊，到了外面可以不用守宫里的规矩，说不定啊，还可以吃到宫里吃不到的美食哦。你啊，一天到晚就想着吃，哎呀，可是，在宫里头，才是我们有所作为的地方。如果离开了皇宫，就等于离开了伺候主子的机会，那样前程只会更加暗淡。太子不过是要小夫姐到别府去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说什么前程暗淡啊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？说的也对啊，那就祝你一路顺风哦。不管怎样，小福姐，你离开皇宫了，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哦。我不会的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多谢大家的关照。我走之后，
你们可要多多保重哦。孟福。怎么？你怕看斗鸡吗？没有。这个世上残忍的事情还有很多，就好比宫廷里的斗争。来，不如你也来考考自己的眼光。你看，是浑身黑毛的那头公鸡会赢，还是带红毛的？快点，别扫兴。那就选那个黑毛的吧。好，就这样，把他给我弄死。好，打呀你！对，快呀！打，把他给我弄死。好。快呀！快！弄死他！弄死他！来人，把这只输了的鸡给我杀了！快点，快点！孟福，你还真是好眼光。你看，那只鸡那么窝囊没用，你知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败得那么惨？让我来告诉你，那是因为它自不量力，从开斗前就没有认清楚对方的实力。还有一点，因为它本就是一只并非一脉相承的杂种。杂种的鸡就跟庶出的人一样，无论如何都是绝不能跟正统的相比。本公主还真想知道，你看人的眼光会不会跟刚才的一样准确？恕奴婢愚钝，请公主明示。等你想要明白的时候，你总会明白过来。如果说让你来伺候本公主，你会如何？没关系，你这就回去好好考虑清楚吧。等你真正的认清了形势，决定要投身到本宫身边，为本宫所用之时，不妨再来找我。但你可要切记，像你这种人，一辈子之中是不会有多少机会飞黄腾达的。我也不会等你太久的。这是你赢的彩金，拿去吧。谢公主赏赐。明晚是武三思六夫人生辰寿宴，皇上、皇后及安乐公主将会到贺。李千里，末将在。你率精兵劲旅，先把梁王府团团围住，守住各个大门，不得有误。末将领命。李多作、李思忠，
独孤一支，你们3人只等援兵一至，即刻率兵进攻梁王府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末将领命。这一次，我们务必要把公主、皇后、武三思父子等人一网打尽，誓死诛除奸佞。木兰姐好。哎，对了，你们看见小福了吗？没有啊。姐姐，小福，小福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身子哪不舒服吗？该不会是胎儿出什么问题了吧？姐姐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怕。怎么了，小福？太子明晚要兵变，说是要诛杀皇后、公主和梁王父子呢。此事当真？是我刚听到的。此事非同小可，除了你，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？我不知道，姐姐怎么办呢？难道太子要夺宫了？这可是要抄家灭族的大罪啊！姐姐，那怎么办啊？你说万一他有什么3长2短，那小福，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古往今来，但凡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，必先要经历一番艰难险阻。他们这些皇亲国戚之间的关系，不是我们这种人可以轻易理解的，也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。小福，你听着，如果你真心喜欢太子，决定跟太子厮守终身的话，那眼下唯一能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无论太子此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你都要对他支持到底。这样的大小，应该够得孩子睡了吧？不知他是像我一样的男孩，还是像福儿一样的女孩呢？福儿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。对了，我正好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殿下想说什么？我已经打点好一切，明天早晨我会派人把你送到城外的别府。福儿，你放心，等此事一了，我就会前去与你会合的啊。殿下千万要记住，无论孟福在哪里，我都会时时刻刻惦记着你，等你前来。我知道，我何尝不是也时时刻刻地挂念着你？还有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都不妨放手去干。我一定会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你，给你祈福的。福儿，
王爷请用茶。好。王爷造访有何贵干？公主是个明白人，本王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敢问公主，对朝中局势有何看法？王爷因何有此疑问？本王以为，公主在这里守孝已有多日，不知是否有些静极思动呢？以公主如此盛年，又具如此威权，如若东山再起，该不知会有多大一番作为啊！王爷这么说，未免折煞本宫了。非也。眼下皇后把持朝政，祸乱朝纲，不臣之心昭然若揭，多少朝廷重臣早就看不过去了，只是慑服于淫威之下，一直敢怒而不敢言。公主若在此时挺身而出，一扫妖氛，挽狂澜于天下，必然尽收人心，天下也望风而复。别人不说，本王便定当会同声相应，替公主鸣锣开道。事情没有王爷说的那般容易吧？想到韦后窃国日久，权势熏天，在朝中上下早就布满了他的党羽。不过是一伙狐群狗党，不是本王自夸。公主若看得起本王，愿与本王共谋大事，互为生源，区区一个皇后，那又何足为虑呀？可不要忘记，皇后之所以能如此张狂跋扈，还不是因为有皇上在背后撑腰。如果真的把皇后铲除了，那将置皇上的龙颜于何地？那就要看公主的意向如何了。天下唯有能者居之，何况公主本身也是贵为大唐宗室血脉，事成之后取而代之，效法当年太上皇的宏图壮举，敢问有何不可呀？哦，王爷这么说，真是令本宫有些费解。本宫怎么看，王爷都不像是为他人作嫁之人。公主果然是聪慧过人。只要是公主能够念及本王此番拥立之功，100年之后传位于犬儿，本王心意已足，自当别无他想。听起来似乎有点意思。那我们就此议定，公主一言九鼎，想必不会辜负本王吧？你以为本宫是什么人？为表诚意，以安王爷的心，本宫眼下正好有一个关乎王爷身家性命的大事，要向王爷密告。啊！王爷可知道，自己已祸在眉睫？太子已经决定挥兵直捣梁王府。郡王爷，你找奴婢来有什么事吗？宫中将有一场不测巨变，为策万全，我希望你尽快随同孟福离开皇城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暂避一下。是太子要发动兵变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是福儿告诉我的。是他。郡王爷，事关重大，请你不要隐瞒奴婢。这次的事，是不是郡王爷也参与其中？郡王爷，求你告诉奴婢吧，奴婢真的很担心啊。本王也明白，不过我爹尚在权衡利弊，本王一时也决议不下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本王也不希望看到你受到任何无辜的牵连。那好吧。那你赶快去收拾东西，务必在事发之前出宫避祸。那郡王爷千万要保重。你也保重。
小福，姐姐，小福，听说你今天便要出宫了。太子那么急着把你送出去，足以看出他对你的情谊有多深厚，也证明他不想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能遇上对你这么好的一个人，实在是你作为女子的福气。姐姐，你也一定可以找到如意郎君的。还是说，你已经找到喜欢的人了？傻瓜，现在还有说笑的心情啊？姐姐，不如我们一起走吧。姐姐正有此意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可是走之前，我要先回太子东宫一趟。姐姐明白，那姐姐在这里等你，你快去快回。洛温，待会儿你务必替本太子好好把孟福护送出宫，不得有误。末将遵命。记着，不管孟福如何向你探问，你千万不能在他面前泄露半点口风。今夜之事吉凶难料，本太子实在不想让他为我有半点担心。遵命，末将明白。福儿，本太子对你的心意，希望有一天你会明白。倘若今日本太子真的遭遇了什么不测，只求你千万别为了我难过，为了我，为了孩子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他日待我们的孩子长大，他会知道他的父亲虽然不是个明君圣王，也不是什么英雄豪杰，但是绝对不是个懦弱的匹夫。他也曾为国为民，为大唐，为社稷，干出一番大事。太子殿下，既然有心成就大事，何不干脆杀掉皇后母女之后，自立为帝，为百姓造福？那是篡位，我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、谋反之事。你要知道，今日此举，只是为了除奸邪、清君侧、肃朝纲。我早已厌倦了宫中永无止歇的斗争。如今，我仅余一念，就是能与我心爱的妻儿共度余生，恬淡终老。什么太子，什么皇帝，我一概不当了。受出的人一样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跟正统的相比。本公主还真想知道，你看人的眼光会不会跟刚才的一样准确？是吗？小凡姐，
清了形势，决定要投身到本宫身边，为本宫所用之时，不妨再来找我。但你可要切记，像你这种人，一辈子之中是没有多少机会飞黄腾达的。我也不会等你太久的。 启禀殿下，末将已经部署妥当。好。皇后和公主来了没有？不但没见他们的踪影，就连太平公主和项王派来的兵马，也没见一兵一卒。什么？太子殿下，会不会是出了什么变卦？他们理应不会有负于我，应该是在路上被什么事情耽搁了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不能再干等下去，避免夜长梦多。我们只能率先动手，届时再让别人善后。所有人听命，即刻杀入梁王府。是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，祝夫人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啊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各位，来，我们一起。谢王爷，谢王爷。 王爷，王爷，发生什么事？外面，公主，太子不是约了你今晚举事的吗？你怎么跟梁王说是明晚呢？这个武三思老奸巨猾，是条不折不扣的老狐狸。无论他说的如何天花乱坠，本宫都无法信得过他。何况眼下局势尚未明朗，他与太子之间这番较劲，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。与其把赌注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，还不如坐山观虎斗。等我们把这场戏看完了，再做决定也不迟。太子饶命！这个时候，饶命有什么用？真是丢人现眼！怎么不见皇后与安乐公主？皇后临时差人来说，公主身体抱恙，皇后要陪着她，所以就不来了。难道你想一网打尽吗？哼！ 算他们命大！武三思、武重训，你们父子二人结党营私，专横霸权，更欺君罔上，祸国殃民，无法无天，逆臣国贼，人人皆得而诛之。本太子今日就为国除害，请君策，速朝纲。 你不能死啊！你们父子二人在黄泉路上步步走稳，此恶已除，但首恶仍在。你们现在立刻随本太子进宫，诛杀公主和皇后。是。 你父皇知道你抱恙在身，
就马上过来看你了。你父皇多疼你呀！果儿，父皇看你气色还不错嘛。有父皇这份心意，女儿精神大振，当然不要可遇了。有病在身，又岂能视作儿戏？父皇还是马上传召御医替你来诊治。哎，父皇，女儿只是有些略感风寒，没什么大碍的，不用传太医，休息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不用传召御医，朕也知道你生的是什么病。你生的是心病，只要不去梁王府，不见那个驸马，这个病自然就不药而愈了，是吧？父皇，我公公在府内为第6姬妾贺寿，是何等的高兴。如果眼下我不给驸马一个下马威，日后他要是也学着他爹那样3妻4妾，那以后的日子，要果儿怎么过嘛？果儿啊，你要知道，你既然已经是身为人妇了，就不能再这么任性了。要是让人家知道了，岂不丢人现眼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难道他们敢向父皇问罪吗？父皇，我是您的亲女儿，您可不能不帮我呀。果儿，这一次父皇不勉强你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跟驸马不能总是这样怄气，你总得找个机会跟他修好吧。叩见昭容娘娘。起来，起来，我要见皇上。皇上，昭容，何事如此慌张？皇上，不得了了！太子密谋作乱，现在已经带领叛军从大明宫南门冲杀到宫里来了。我说嘛，我说这个太子就不是个好东西。今天看来，果然是个叛逆贼子。朕应该怎么办？请皇上马上亲临玄武门城楼督师迎战。督师迎战？太子存心谋反，定然已经把各处通道都封锁了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反其道而行。请皇上马上传谕，命羽林大将军刘景仁调动飞骑将士守住城门，讨伐逆贼。好，皇上，玄武门坚固无比，再加上飞骑将士是羽林军的主力呀，可以依敌时坚守之下，城池不易攻破。皇上，事不宜迟，请马上起驾，快走啊！斩杀武三思父子，现在正准备攻城，去杀安乐公主和韦皇后。这件事情要是成功的话，那咱们是时候出兵了。